超市的董事长微服私访自家门店，他第一站来到了活蟹区，发现在售的全部是冷冻的死蟹。工作人员表示今天蟹的身体不好，还顺手抓起一只用力扭动，营造活蹦乱跳的假象，这是把董事长智商放地下踩踏。他来到水果区，大部分陈列中有不少的坏果，此外蔬菜不新鲜，负责人下岗，肉类过期没发现，负责人下岗。紧接着又来到了卖年糕的专区，远远就已经看到试卖员不仅送出去的量超多，送完就狂拆包装好的年糕。董事长立刻叫来了该区域的负责人，刚想开口骂人，负责人率先解释是他要求试卖员这样做的。对于炒年糕来说，孩子就是最好的推广员。话音未落，就听到刚试吃的孩子们拉着各自的母亲来买年糕了，而这正是负责人想要的效果。要想激起宝妈们的购买欲，就得先抓住他们孩子的胃。然而销售效果还远非于此，个别宝妈煮出来的味道和超市的不一样，认为一定是加了某种特殊的东西。试吃员按照负责人事先的交代，掏出一款速食米饭，表示只有用它才能激发年糕的美味。一旁的托也随声附和。就这样，2款商品的销量成了超市的头牌。至此，负责人给董事长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可当董事长心满意足地离去时，年糕区的负责人突然摔倒，整个人瞬间昏了过去。女人名叫卞美来，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美来感觉到有人正背着她，这人的肩膀很宽，身体也很结实，她在上面很温暖。当美来再次睁开眼睛，发现病床旁边有个小伙，她刚想坐起来感谢对方，却被对方一根手指推倒。美来的大脑一片空白，小伙要干嘛？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小伙叫做太平，是超市的保安。刚刚医生交代过，由于美来的血管很细，输液的时候总是扎不进去，所以让他提醒患者醒来时不要乱走，以免造成滚针的情况。解释清楚以后，太平离开了医院。他前脚刚走，美来就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他们租住的公寓着火了。他立刻跑出了医院。这一路妈妈非常担心，不断的思索家里什么最值钱。2人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家里的老幺。很快母女俩回到了家楼下，2人拼了命的想冲进去救家里的老幺，却被拦下来了。就在这时，母亲看见了儿子，激动的跑了过去，抱起了狗狗。母女俩回中的老幺竟是家里的狗狗。这场火灾很奇怪，邻居们全都没有受伤，唯独住在3楼的房东被烧死。第2天，妈妈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整栋公寓全都被一个中年男人买去了，而且还是一次性付款。新来的房东有个要求，那就是今晚想见下。201是102和301，102是美来家，恰好今天是美来父亲的忌日。10多年前，不知什么原因，美来吵着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直至前几年的一天，地方台新闻播报了一起交通事故，父亲在事故之中丧生。夜里，新房东见了3家租户，因为他买过来打算住进去，再加上这3家租期即将到期，所以想着谁家能搬走。美来妈很希望能多租2年。旁的101打起了感情牌，哭诉带着孩子不容易。301更聪明，直接用上了美人计。没想到的是，新房东软硬不吃，执意要求必须有一户得搬走。画面一转，美来交往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男朋友，没想到他是个妈宝男，因为妈妈出差，所以不会剪指甲，又因为妈妈的一句话，他执意要求女友和他结婚。美来转身就走，和男人分手了。闺蜜得知情况后，有些不明白，生活不就是努力赚钱，做自己想做的事吗？然而美来都明白道理，但她不仅得承担家里的开销，还得支付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可每个月的工资一到账，就要还信用卡账单、贷款利息和房租，300多万韩元还没捂热乎，就只剩不到40万韩元。妈妈知道女儿辛苦，所以没告诉她搬家的事。第2天一大早，她一身大姐大的打扮，想要在气势上镇住前房东的女儿。然而2人一见面，美来妈就让对方签下续约请求书，来证明自己已经续租。可女人却说自己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美来妈刚想数落对方，房东的女儿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她表示卖掉公寓是因负担不起高昂的遗产税，此外还孤身一人抚养着2个未成年的孩子。当初结婚的时候，父亲就不赞成这门婚事，以至于一直不提供任何帮助。女儿越说越伤心，一旁的美来妈有些过意不去，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并且不断的安慰房东女儿。不仅没达成目的，还倒贴了10万韩元的份子钱。其实所有被通知的租户都在想办法。301的大姐她用撒娇卖萌，成功的说服了新房东。而住在101的胖婶，她试图教会孩子去求情。美来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果继续什么都不做的话，肯定会被新房东赶走。于是美来妈拨通了新房东的电话，一边哭诉她是个没用的妈，一边埋怨丈夫死得太早。殊不知先前见过的男人只是代理人，他背后不肯露面的才是新房东。当晚美来回到家，发现妈妈正在准备祭祀用的小菜，意识到这是想祭奠父亲，气得她直接冲上了楼顶的天台。没过一会，妈妈坐到了旁边，承认丈夫的确不是个靠谱的父亲，但作为母亲得替孩子们好好的跟他告个别。其实美来一直都挺佩服妈妈的，无论什么年龄，无论遇到了什么事，只要喊声妈妈，
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应，肉眼可见的担心，甚至还会替女儿出头。在女儿的眼中，妈妈像是女神一样的存在。长大以后，有几次因为学费，美莱都动了放弃的念头。在妈妈的鼓励和身兼数职的情况下，她才能顺利考进大学。所以当女神目见衰老，美莱意识到是时候由她来做妈妈的女神了。回想到这，美莱也就同意为死去的父亲祭奠一次。不过祭奠有祭奠的规矩，两人跪在地上就开始嚎哭。当默哀结束的瞬间，这时一辆汽车开到了家楼下，紧接着一个男人走进了屋里。弟弟误以为眼花，见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而母亲看到男人整个人呆住了。刚刚走进来的男人正是失踪多年且宣布死亡孩子们的父亲卞武进，就是买下公寓的新房东，多年前被瞧不起赶出家门的丈夫，摇身一变成了千亿富翁。她这次回来的目的不是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是为了一雪前耻。提起丈夫卞武进，老街坊都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运动员，因为伤病选择了退役，整天闲在家里赚不到什么钱，后来痴迷上了投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武进投什么什么就亏，然而越亏他就越抄底，来而去不仅败光了家底，还欠下了一屁股债。最终美莱妈承受不住和他离了婚。离婚当天说了最难听的话，他最幸福的就是有美莱和儿子，最倒霉的就是遇见了你。武进听了前妻的话，流下了悔恨眼泪的同时感觉非常委屈。但现在人家不一样了，不仅全款买下整栋公寓，还是那些曾经把他赶出家门的人租住房子的房东。另一边，武进带着秘书来到了中介所，因为无法赶走即将到期的3户租客，所以他决定住进前房东的302室。秘书有些不明白，干嘛非得住进烧死过人的房间呢？武进皱了皱眉头，没有回答。很快他就找了装修公司，对火灾房进行了翻新。期间弟弟一直想和富豪父亲重新建立关系，并不断的表示全家人都以为他死了。武进听了儿子的话，这才反应过来，昨晚听到的哀嚎是前妻带着孩子们祭奠他发出的。就在这时，美莱走到二人的面前，他对父亲的记恨没有丝毫改变，所以非常有骨气的强调，这个周末之前一定会搬出租住的公寓，到时候务必将押金退还给母女3人。此外有任何交接上的事项，请联系他，而不是他的妈妈。说吧，不给父亲开口的机会，直接离开了302。然而现实却没有美莱想的那么简单，受大环境影响，房租不仅翻了一番，就连押金也涨了3倍。总之不是位置太偏，就是环境太差，找了很久都没合适的。反倒是武进这边翻新接近了尾声，名厨靓味也全都安排上了。几天后开始往公寓里运家电的时候，武进刚打算抽根蛋白。这里有个细节，他使用的火柴和前房东被烧死时，警方发现的火柴牌子为同一个。住半地下的大叔突然打了个招呼，他迅速将火柴藏了起来。在2人聊天的过程中，大叔总觉得武进很面熟，这一幕恰好被2楼的租客给看到了。泡面头之前在警局工作过，因为受不了排挤才辞去职位。出事当天他就觉得很奇怪，警方鉴定起火原因是电器短路，但通常此类情况火势必定蔓延到其他人家，甚至发生爆炸的可能。设想一下，白天所有住户都出了门，偏偏只有前房东住的302被烧了，就连对面都没波及。所以泡面头始终认定是谋杀，而谋杀案的动机无外乎3种：金钱、仇恨，还有就是因金钱滋生的仇恨。虽然他分析的头头是道，但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所以这小子格外的关注新房东武进。与此同时，美莱遇到了麻烦，妈宝男堵在了公司楼下，并且大声嚷嚷是他先提出的分手，一嗓门下去吸引了很多围观的路人。紧接着妈宝男扭曲了事实，叫喊美莱自始至终没有爱过他，因为2个人坠入爱河肯定是要结婚的，所以他想结婚有什么错？好家伙，一番言论下来，把美莱塑造成了欺骗感情的恶女，完全无法下台的那种。美莱也只能有苦往肚子里咽了。而卞武进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随和，他的身上布满了刺青，甚至还有只有黑社会头目才配纹的彩色图案。不过老街坊们并不知情，一边感叹多年未见，一边好奇他是怎么这么有钱的。卞武进透露是个秘密，就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另外一边，胖婶得知美莱妈和武进是夫妻后，好奇2人有没有复合的打算，如果有，以后的房租能不能少一点？美莱妈只好坦白，不仅不打算复合，还要搬离公寓。胖婶一听这话，开始怂恿她，既然前夫那么有钱，一定得好好敲他一笔才行。没过一会，美莱妈回到家楼下，她不清楚前夫买房的目的是什么，便随口骂了句混蛋。没想到武进突然出现在了身后，表示没想到娘几个会住在这里，此外非常不解为什么都不问问他过得怎么样。一瞬间气氛变得暧昧了起来，曾经的夫妻谁也没有说话，全都深情地望着对方。武进告诉前妻，他可以带着孩子们继续住在这里。然而还没等我煽完情，武进话锋一转，强调如果继续住的话可以减少租金。与此同时，老街坊们都在讨论夫妻俩的过往，只有住半地下的大叔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见过武进了。另一边，美莱神情晃地往家走，在经过一处便利店时，她的思绪不自主地回到了那一天。原本妈妈用所有的积蓄盘下了这家店，打算好好经营赚些钱，
然后供女儿读书上大学。可以说这家店承载了母女俩的希望。她深知丈夫的秉性，所以特意的强调过小店开起来多么不容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店拿去抵押搞什么投资，这真的是家里最后的机会了。吴静向妻子保证不会乱来，肯定会好好经营。起初小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再加上母亲的手艺很好，附近的学生经常排队。然而好景不长，吴静还是把小店拿去借了高利贷，投资的项目也是血本无归，结果可想而知，母女倾注心血的希望因为丈夫的自私毁于一旦。从发生这件事以后，美来决定和武静断绝父女关系，直至两个人死为止。所以到现在明知父亲是千亿富翁，她也没有想要抱大腿或者原谅的意思。次日，美来母女看完房后，因为搬家的事大吵了一架。美来妈是越想越气，当晚就约前夫在小店见了面。吴静刚坐下，他就问对方为什么突然出现，是不是买公寓的时候就知道母女三人住在里面。让人没想到的是，武静听后大笑着解释，却被美来妈一眼识破。谎言被揭穿的武静想要逃走，结果被美来妈一把给拽了回来。她觉得已死之人突然出现已经很费解了，偏偏那么凑巧还成了新房东，那么真相只有一个，就是知道母女三人住在里面。事已至此，武静只好将前妻拉到自己跟前，情深意切地向她坦白，买房之前的确知道，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妻儿重归于好。就在二人撕扯的时候，美来突然出现在了身后，她以为爸爸正在欺负妈妈，大喝一声，直接朝着俩人就冲了过去。结果冲到一半，路过的太平跳起来就给了武静一个飞踢，美来妈立刻冲上前扶起受伤的前夫。太平见状瞬间就慌了，解释以为美来妈遇到了危险。就在武静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时候，被美来一把推倒，栽了个大跟头。除此之外，住半地下的大叔终于想起来，房东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他看到武静扶着喝多的房东往家走，男人被妻女赶出家门10几年后，现在发了才回来，还买下前妻租住的公寓楼，摇身一变成为他们的新房东，和他们住进了一栋楼里面。男人这次重新回来是有目的的，他想和妻子破镜重圆，一家人重新在一起。但妻子和女儿这么多年仍然没有原谅他。当初他把家里所有钱都败光了，离开的时候除了一个婚戒，什么都没给他们留下，现在还想再回来复合，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但父亲也不会轻易放弃，所以父女俩签了一个协议，1个月之内，他如果不能成功跟妻子复合，就永远离开这里，并把整个公寓当成抚养费送给他们。同样的，如果他1个月内成功了，那么美来和弟弟也一定要跟爸爸一起生活。晚上住在公寓半地下的老伯突然想要换个坚固无比，任何人都无法撬开的门锁。邻居感到奇怪，毕竟门锁弄坏了，应该由房东提前更换，而且大晚上的这般急切的要换锁，也着实令人费解。当换门锁的邻居找来武静时，老伯却已不见了踪影。他看到武静的第一时间就害怕地躲进了巷子里。第二天，武静怕女儿输了不认账，已经将合同拿去公证，而女儿也不愿意受他的恩惠，依旧把房租交给了他。武静和换锁的邻居同来到了老伯家，准备为他更换门锁。没曾想老伯一看到武静，立刻夺门而出，这让武静一头雾水。随后邻居们纷纷跑来询问老伯究竟怎么了，为何会如此害怕。老伯说他在火灾前一晚见过房东。听了老伯的话后，邻居们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有的人觉得与武静相识多年，他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老伯所言应该属实。新房东怎么会认识旧房东，还在一起喝酒？而且既然他们认识，却一个字都没跟大家提过。接着他们给房东对门的301打电话，他询问房东出事的那些天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301思索片刻后说，好像有一天听到很大的摔门声，还有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只是具体是哪天他也说不准。听到301的话，邻居们顿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酒馆老板想起那天看到武静在晨练，发现他身上竟然有纹身，而且身体特别好，单手就能引体向上，还能在单杠上上下翻飞，如同黑帮人物一般。201住户也想起来，他看到过武静出入警局，可能是被警察抓进去了。宅男从始至终都在怀疑武静，尤其是今天早上他晾衣服的时候，发现武静竟然在天台上烧什么东西。邻居们越聊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以前老房东曾说过，只要他活着1天就不会卖掉公寓，很有可能是因为房东不卖房子给他，他就杀了房东，还放火烧了房子。这些人越说越觉得这就是真相，甚至对美来妈也开始心生讨厌。毕竟他们曾经是一家人，还共同有孩子，说不定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女孩在公司意外发现默默无闻的小保安竟是社长的亲生独子，3个人面面相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社长想解释几句，女孩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接离开了。社长一直反对儿子在公司当保安，可儿子执意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在公寓里，301住户第一次见到新房东时就愣住了，原来2个人早已相识。301住户与美来妈是好朋友，他告知武静要装作不认识他，尤其是在美来妈面前，绝对不能让他知道2个人的关系。小南晚上请美来吃饭，希望他别说出自己与社长的关系。
美来保证不会说，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也没有打听老板家事的兴趣。小南也知道美来的家事，两个人现在都有了互相的把柄，反倒都安心不少。回到了家，美来发现家里多了许多高档电器，是爸爸和弟弟一起去买的。妈妈很生气，让弟弟全部退回去，他们不需要爸爸的东西。可弟弟偷偷留下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武静听儿子说起，有一个男人经常骚扰妈妈，还借酒试图闯进他们家里。他听后火冒三丈，准备教训一下那个人。当初他们最落魄的时候，也没有搬离这个小区，是为了让邻居们看着他们母子三个可以过得很好。武静想让邻居们更加羡慕美来妈，也让他们知道现在美来妈有了她过得非常好，所以他让儿子买了很多东西去送给邻居。可邻居们现在都认为他是个杀人纵火犯，没敢动他的东西，怕他下毒全部扔掉。但也有一直相信他的老邻居，吃了那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也没有下毒，这也让邻居们犹豫了，难道他真的不是那种人？这时他们又接到了消息，武静在小区里打人，把一个男人打得半死，便肯定了武静就是罪犯，还说美来妈也一定被他打过。而这一切都被美来听见了。此时美来妈正在工作，来超市买东西的201住户也听说了武静在小区打人一事，马上找到美来妈理论。大家现在都认为公寓失火，老房东被烧死是武静所为。201住户觉得美来妈与武静是一家人，肯定早就知道武静的为人。而武静听说美来妈在超市卖炒年糕，也想过来跟他来个偶遇，正巧遇到了小南。他看到小南，想起被踢的那一嘴巴，他还感觉隐隐作痛。小南只是想跟他道歉，那天他真以为他是坏人，所以才会出脚。此时他们听到了201住户在指责美来妈，武静想把他拉出去，怎料对方赖着不走，还扬言要报警。面对曾经借高利贷害得妈妈铺子没了的爸爸，以及当时在一旁幸灾乐祸的邻居，如今又让自己和妈妈在自己的职场里丢脸，美来再次气愤不已。她用怨恨的眼神看了一眼爸爸，便搂着妈妈离开了。因为这件事，美来也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回到家，他们又被其他邻居堵在门口，要求他们一定要说出真相。这一次美来妈终于发怒了，大声指责他们的无端猜测。为了让那些人不再因自己的事去烦美来妈，武静一大早就去了警察局，想请警察跟他去一趟公寓，帮他跟那些邻居解释清楚。然而警察很忙，根本无暇顾及他的这种小事，让他磨了2个小时，实在烦了，直接把他赶了出来。没办法，武静只能召集所有邻居，亲自说明情况。他确实喜欢拿着火柴，那是因为他是周润发的影迷，带着火柴只是为了耍酷而已。在火灾发生后，他搬进来前的一段时间，宅男在公寓附近发现一些火柴，所以大家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武静能买到从未出售过的公寓，他跟火灾又有什么关系？武静告诉大家，火灾的前一天，他确实跟老房东在一起，他还因为这件事去警察局做过笔录，拿出了不在场证明。事情解释清楚后，他请大家一起喝了酒，误会也总算是解开了。同时他给女儿发去信息，告诉她自己拒绝滚蛋。至于他打人那件事，听儿子说这个人经常调戏妈妈，之后他又发现他在调戏一个小店的老板娘，所以他才出手制止。随后为了争夺美来妈的2人便成为了竞争对手。为此美来还专门请教了跆拳道选手太平，他告诉美来，如果拼命想赢，那就必输无疑，只有跟着自己的节奏，别把对手放在眼里，并像平常心那样对待，然后他就会轻而易举地赢下比赛。听到此处的美来瞬间受到了启发，于是在父亲为了立人设而免去所有租户3个月的物业费时，美来却还像平时一样将自家的物业费交了上去。而另一边的老父亲也不甘示弱，想给妻子补充一下维生素，半路杀出个变美来，想请妻子吃个炸鸡，半路杀出个变美来，想跟妻子出去逛街，半路又杀出个变美来，甚至想给妻子送一束勿忘我，半路都能杀出个变美来。于是忍无可忍的老父亲故意走在了女儿前面，想用自己大长腿的优势将她狠狠地甩在身后。而正当老父亲以为红绿灯都在帮忙自己之时，美来却用一个共享平衡车轻松地实现了超越。紧接着晚来一步的老父亲便像双打的茄子一样，将自己手中的勿忘我送给了美来妈。这天弟弟在被美来送去学校的途中，郑重地表示了他非常希望父母能够复合，因为他不想再做单亲家庭的孩子。随后更是觉得就是因为美来夹在了中间，才导致2人没能成功复合。听到此处的美来本不以为然，可没想到现实却给他上了一课。原来就在当天晚上，美来妈在回家的途中突然被一个神秘人劫走，而此时的爸爸正沉浸在即将送名牌包包给妻子的喜悦中。而另一边的美来也是因为升职加薪，所以特意给妈妈添了一个4开门的大冰箱。可没想到用心准备惊喜的2人却都没有能联系上美来妈。而就在老父亲给妻子打了第6个电话时，电话被接通了，却是邻居接通的。得知美来妈可能遭人绑架的2人瞬间慌了，紧接着父女俩便开始了疯狂的寻找，将美来妈平时可能去的地方搜了个遍。而正当美来被吓得6神无主之时，却接到了警局打来的电话，于是3人便急忙地赶了过去，发现美来妈只是来接受调查的。3个女人把一个男人打了一顿。当老父亲愤怒地转过那人的身体时，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却是，之前经常骚扰美莱妈的烤肉店老板。那时的美莱虽然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但她毕竟还是个小女生，天性使然，使她不敢下手。可没想到父亲却在几天前对她进行了严重警告。而就在几小时前，烤肉店老板又死性不改的想要骚扰美莱妈，可没想到却遭到了美莱妈的强烈反抗。紧接着两人的打斗声便吸引了邻居们的注意，随后烤肉店老板便被这3人狠狠地按在了地上摩擦。出了警局后的美莱在看到老父亲依然很紧张妈妈的时候，瞬间便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而一旁的老父亲也及时察觉到了美莱那微妙的小情绪，随后美莱便提出让3人先行回家，自己则是要一个人出去走走。正当美莱胡思乱想唉声叹气之时，没想到老父亲却悄悄地跟在了身后。父亲夸奖美莱这么多年做得很好，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自己回来却增加了女儿的负担，而现在他希望这个担子能由自己这个父亲扛起。可美莱并不想原谅他，也不想成为他这样的人，于是美莱便因为自己的倔强再一次刺伤了老父亲的心。女人突然看到了前夫和闺蜜暧昧的合照，这瞬间将她雷在了当场。可明明就在白天的时候，前夫还骑着那个骚气的摩托来找她求复合。随后两人便来到了一个高级的餐厅，期间前夫表示他此生只有美莱妈这一个女人。可没想到美莱妈在听到他的表白后，却说自己完全没有跟他复合的想法，并让他学会放下过去，重新开始，因为家里早就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听到此话的前夫哥瞬间伤心，而得知闺蜜和前夫可能有一腿的美莱妈，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中年危机之中。原来两人曾因缘际会的在同一天搬来了公寓，而且已经生过2个孩子的美莱妈一眼便看出了对方是一个怀着孕的未婚妈妈。可没想到就在不久后的某天晚上，她却因为喝醉后不小心的摔了一跤，从而导致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而同为女人的美莱妈对其遭遇感同身受，并在此时送上了贴心的安慰。于是两人一来二去便成为了最要好的闺蜜。此时越想越气的美莱妈便拿着照片找到了闺蜜，她本想张嘴询问对方是不是在泰国认识了前夫，还有肚子里那未曾出世的孩子是不是也是她的，可没想到却让闺蜜误会成美莱妈想要去泰国旅游，所以过来问问她那边的风景怎么样。紧接着没能说出实话的美莱妈便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理发店，自己一个人越想越糟心。而另一边正在出差的美莱却在某个海边看到了几日未见的爸爸，此时他正面朝着大海喊着自己为什么要回来。被女儿看到自己如此衰样的爸爸瞬间尴尬，紧接着他便走到了女儿的身边，告诉女儿他无需担心，爸爸发泄够了便会回去。随后美莱看着爸爸那沧桑的背影，表情里竟流露出了些许的不忍。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这天美莱在领到努力工作的奖金后，本来准备带妈妈一起去泰国旅游，可没想到转头就看到了本应该上学的弟弟却与一个纨绔子弟混在了一起。于是激动的美莱便亲自杀到了咖啡店，将那准备辍学创业的弟弟揪了出来。弟弟不以为意，认为爸爸会给自己兜底，于是气愤的美莱便找到了他那不靠谱的爸爸。可此时的爸爸在经过了他们母女俩的拒绝后，便决定将公寓转到美莱妈的名下，他自己则是收拾东西准备永远的离开。可没想到此时的美莱妈也终于鼓起勇气，准备找闺蜜询问两人的过去。但就在她打电话的一瞬间，两人的合照却不小心的掉在了地上。而另一边的美莱在得知爸爸要离开之时，却意外的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只见他一把撕掉了爸爸给的转让书，告诉他在解决完弟弟的事之前不准离开。可就在美莱准备离开之时，没想到却看到了怒气冲冲的妈妈，这瞬间将美莱吓得赶紧锁上了酒馆的大门。随后父女俩人便躲在了一起，因为他们不能让妈妈知道他们曾经拿妈妈和公寓打赌的事情，否则两人将会有性命之忧。而此时刚好出门回来的闺蜜却在理发店的门口捡到了那张照片，这瞬间便让她紧张起来。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转眼便过去了2-3分钟。此时的爸爸正探头探脑的准备回家，美莱妈冲上来质问他和谁在一起。爸爸嘿嘿一笑，说自己当然是一个人。看着如此拿乔的前夫，美莱妈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只见他3步并作2步，随后更是拿出了秘密武器，一把暴扣在爸爸的头上，